众所周知，美队是由超级血清改造而来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同一张脸怎么能同时演2个体型的人？那雕塑般的身材刚一亮相，佩姬没忍住，直接摸了上去。可博士还没来得及庆祝，混在人群里的九头蛇内鬼突然炸场。这老六不光抢了最后一只备用成品血清，还对着博士连补好几枪，紧接着就在众人眼皮子底下跑了出去。这下超级血清的配方彻底成了博士的独家机密。临死前，他用尽最后力气，在史蒂夫胸口点了2下，意思是别忘本。这时间谍已经窜上车准备开溜，佩姬追出去一枪干掉了司机，间谍当场换了一辆车，一脚油门朝佩姬碾过去。紧急关头，史蒂夫飞身救下他，随后立马开启追击模式。刚开始他跟这副新身体还有点不熟，但没跑几步就人机合一了，踩着路边汽车当跳板，直接翻上了对方的车顶。间谍光顾着朝他开枪，压根没注意前方路况，结果车子侧翻在地，他狼狈爬出来继续射击。史蒂夫捡起地上的车门当盾牌，间谍眼看打不过，顺手抓起一个小孩当人质就跑。史蒂夫追到河边，间谍刚要扣扳机，才发现子弹打光了。为了拖延时间，这货居然把小孩丢进了河里。这下史蒂夫被架住了。史蒂夫听完不再犹豫，眼看对方想搭乘潜艇从水下逃走，他一个信仰之跃扎进水里，靠着这身开了挂的身体素质硬追上了潜艇，上去就是一拳干穿玻璃，徒手把驾驶舱盖给卸了。下一秒就见一条人形咸鱼破水而出，就这一下史蒂夫的力量值直接拉满，间谍还想反抗，被他一脚踹翻，那只血清也摔碎了。史蒂夫刚打算神2句，结果这老六直接咬牙服毒自尽了，临死前还撂下一句让人头皮发麻的狠话：嘿，孩子们。史蒂夫都懵了，这幕后老板到底什么来头，能让手下抢着送死？后来听将军一说，他才明白，原来9头蛇的首领施密特就是第一个被博士改造的人。但血清这东西可不懂挑好坏，他放大肌肉的同时，也把人心里那点坏水给放大了。施密特也是走了狗屎运。1942年，他在挪威一座教堂的密室中找到了曾被奥丁信徒守护的宇宙魔方，还用魔方的力量造了一堆超能武器。为了对付这股开挂般的势力，军方才启动了超级士兵计划。本来是想打造一支超能军队的，结果现在博士死了，血清也没了，计划彻底泡汤，全成了空谈。既然知道搞事的是9头蛇，切斯特立刻改变作战方针，下令让佩姬和霍华德随他飞往伦敦。史蒂夫表示也要参团，可即便他现在是唯一的超级战士，但这可不代表他就能直接变身战场英雄。正因为他太稀罕了，军方压根不敢让他上前线冒险，史蒂夫就这么被雪藏了。军方本来打算等从他基因里提取出超级士兵血清再做打算，可正方却觉得这么干太浪费，这行走的流量怎么能关在实验室里？他们打算利用他去编造一个英雄梦，还哄他说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。史蒂夫一听国家2字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于是他们给他套上那身红白蓝紧身戏服，塞给他一块道具级别的盾牌，把他打造成了一个在全国巡回演出的歌舞明星版美国队长。说白了就是靠爱国情怀割韭菜。他拍着让人脚趾抠地的宣发短片，被前线真枪实弹干敌人的大兵们当谐星看，还得了个外号叫小叮当。对他这种一心想上前线的人来说，这简直是杀人诛心。他明明拥有了拯救世界的力量，却离真正的战场越来越远。直到那天演出结束，一切终于迎来改变。他从佩姬口中得知他的挚友巴基所在的部队伤亡惨重，他冲去找切斯特，追问阵亡名单上有没有巴基。切斯特翻了半天说没有，这意味着巴基大概率还活着。可军方根本不打算救人，理由是距离太远，战区太危险，去了就是送人头。 But I don't expect you to understand that because you're a chorus girl. I think I understand just fine. 切斯特也是打心底看不上这个超级士兵，但史蒂夫脑子里没有放弃这2字。他看了一眼地图，转身开始收拾装备，准备单干。 You told me you thought I was meant for more than this. Did you mean that? Every word. You gotta let me go. I can do more than that. 佩姬联系霍华德，让这位大少爷开私人飞机帮忙将史蒂夫送到9头蛇基地。可刚飞到营地上空，底下炮火就跟放烟花一样炸开了。史蒂夫怕连累他们，直接跳机让霍华德掉头回去。9头蛇的基地戒备森严，史蒂夫只好蹲草丛等待时机。终于有辆物资车经过，他一个箭步窜上去，3两下解决车里守卫，成功混了进去。好不容易摸到牢房，里面的兄弟第一反应不是感动，而是吐槽他那身制服太辣眼。史蒂夫扫了一圈没看到巴基，一打听才知道他被关进了实验室。 Wait, you know what you're doing? Yeah. I've knocked that Adolf Hitler over 200 times. 有美队这个精神支柱在，俘虏们瞬间斗志昂扬，纷纷冲出牢笼，从守卫手里抢夺武器，场面直接乱成一锅粥。连含有宇宙魔方能量的武器也被缴获不少，属于9头蛇的装甲车更是超前设计，几炮下去就摧毁了大片敌营。9头蛇这边直接被打崩了。施密特一开始还装淡定，可当他看到手下被史蒂夫一个个放倒，这才意识到不对劲，他立马启动基地自毁程序，带着魔方就准备跑路。与此同时，史蒂夫趁乱找到了被单独关押的巴基，巴基还没来得及问他这是吃了什么化肥发
发育这么猛，基地就炸了，火光四起，两人拼命往上跑，刚好撞上准备跑路的施密特，两人二话不说直接动手。史蒂夫这才发现施密特居然也有同款超级力量，眼看施密特被击退，佐拉博士赶紧切断吊桥，想阻止他们追击。施密特嚣张地表示自己也是超级血清改造人，接着一把撕掉脸上的伪装，露出了红骷髅的真面目。这就是血清没开发完全的副作用，但很明显，施密特非但不在意，还特别陶醉于这副造型，甚至给自己换了个艺名叫红骷髅。他为自己的超能力感到骄傲，无所畏惧。这时，史蒂夫替大家问出了那个疑问 Then how come you're running? 此时火势越来越大，再不跑就成烤肉了。前面的楼顶就是出口，史蒂夫让巴基先过，可巴基刚到对面，钢梁突然断了，史蒂夫让他先走，巴基大吼着不可能丢下他。史蒂夫见状，赶紧上手掰弯栏杆，倒退几步，一个箭步飞向对面。最后，美队带着被救的俘虏回到军营。这一次，他不再是舞台上那个小丑，而是真正的美国队长。之后，美队组建了自己的小队，专门死磕九头蛇组织。在霍华德的帮助下，他打造了专属装备。在一堆盾牌里，他挑了块用正金做的、还没喷漆的圆形盾牌。拿到这件标志性武器，美队带着他的小队开始了横扫九头蛇组织的征程。